今天呢，我们来讲一本关于特殊外星人的书籍，名叫《地球守护者》。一位想探索前世的年轻人呢，通过催眠回溯呢，就惊讶地发现这是他第一次的地球转世。他之前存在的经验呢，都是在外星世界和其他次元。那随着催眠的进展呢，揭露出了他和外星人的联系不曾中断过。而外星人的飞碟来到地球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另一个星球又藏着哪一些宇宙的真相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地球上的前世外星人。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在美国的密苏里州呢，有位著名的前世回溯的催眠师呢，他叫朵洛丽丝·坎南。他于1968年初次通过催眠接触到了轮回的概念，而无意间就发现了个案的前世经历。此次事件呢，就引发了他对轮回的兴趣，便投入了回溯和轮回的领域，帮助释放那些埋藏在个案潜意识中的前世资料。自1979年起呢，他陆续催眠数百位志愿者，并由催眠呢挖掘出了很多失落的知识。在与催眠者见面时呢，他非常注重与催眠者发展彼此的信任，以便引导对方呢说出真相。且在催眠的过程中呢，他会记录下催眠者潜意识中的全部内容，一一查证，并且找到他们所对应的前世呢确有其人。因此他在这一领域是很有声望的。那在这其中呢，在接触过这样一位被催眠者，他的前世呢居然是来自于其他星球，可以说是一个活生生在地球上的外星人。难道说人类除了自身的地球生命以外，真的还会有外星世界的体验吗？这位催眠的对象呢叫做菲尔。机缘巧合之下呢，他就认识了朵洛丽丝并开始了接触催眠。只是在催眠的过程中呢，菲尔偶尔会看到一些令他困扰的画面，比如说看见一个很多高塔，车子像飞机一般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的奇幻的城市。那这整座城市的外观没有任何的色彩，是在一片单调的灰色之中。只见白光穿透呢，在他的右手边有一座尖塔，上头呢有一圈环状的围绕。每当这个景象出现的时候呢，菲尔便会撤离。他会要求呢回到一部令他觉得安全的电梯，改去其他的地方。而这些场景听起来呢，就很像是另一个世界或者是很具体的具有未来感的一个地方。经过了几个星期的催眠呢，当电梯门一打开菲尔就又会见到同样的景象。他看见了红色的天空一片荒芜，呈锯齿状。这次催眠呢，菲尔走入了这个场景很快就被一股强大的悲伤感淹没。他向朵洛丽丝描述眼前所见的场景他说风沙很大，尘土飞扬，我看得到，也可以感受得到。天空呢带着橙红色的色调，我站在一艘宇宙飞船的外面，我们降落在了一块空地上，我正眼看着前面的那座尖塔，尖塔在我的右手边。听菲尔的描述呢，朵洛丽丝就觉得有些迷惑这个地方听起来并不像是地球，它绝对有着另一个时空的风貌，尤其是他提到了宇宙飞船。因此呢，根据多次催眠的经验呢，朵洛丽丝就更确定他眼前所见的是在外星球的前世。而菲尔呢就注视着眼前的尖塔他说这座塔在整片山峰中看起来格外显眼。这时候呢，朵洛丽丝就鼓励他继续向前探索，于是菲尔就鼓起勇气向前走。接着菲尔就看到了宇宙飞船中的人。奇怪的是，他看到的那些人时并不觉得陌生，反而觉得有熟悉感，也准确地知道他们的身份。他就告诉朵洛丽丝呢，他说他们矮矮小小的，秃头，肤色很淡，也不是很强壮，身体系统呢和人类很相似，只是没有鼻子，嘴巴呢是一个小小的细缝，用来吸入空气的，而没有舌头，也没有说话的声带，因为他们完全是用心灵感应来沟通。菲尔看着他们呢，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困扰，他甚至觉得和这些外星人在一起感觉非常自在。这个时候呢，朵洛丽丝可以肯定面前的这个年轻人的前世绝对是一个居住在外星球的外星人。那么在回溯案例中，很少有能够探索到如此广阔的前世空间。他就希望菲尔能够说出更多关于外星球的细节。他就问菲尔呢，他说你知道你在这个星球多久了吗？菲尔回答无法用地球的年来表示那个星球的时间。他说应该是有7个时间单位他说在这个星球上来说呢，算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了。这些外星人雌雄同体，没有可以定义性别的特征，平时呢也需要吃食物来维持生命。他们的生命周期呢比地球人要长。为了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呢，朵洛丽丝就开始深层次的探索。他想要知道菲尔来到这个星球的原因。这时候呢，菲尔突然就变得很悲伤。他说自己是来给这个星球的科学家提供补给品，而这些科学家呢是他们星球的开拓者。原本有12个科学家，现在他们全都死了。最后死的那位呢，埋葬了其他人，
他最初看到的那座巨石尖塔呢，就保存着所有这里发生的事情的精神感应记录。他们呢是因为又饥又渴而缓慢痛苦死去的。那么这就是菲尔之前不愿意看到并重新经历这个景象的原因吗？他说到这件事的时候似乎很难过，于是朵洛丽丝就给他下了一个催眠指令呢，当他看到或讨论这些画面时不会感到困扰，催眠得以继续进行。根据菲尔的描述呢，这个星球寸草不生没有任何的作物呢能够在这里生长，这是块荒芜贫瘠的岩石地，而且这个行星的矿产丰富，这也是这些科学家来这里的原因。他们呢是探矿人，只是因为宇宙飞船出现故障，岩石到达这个星球，而导致了飞船上的补给品全部用完了，所以科学家们才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这时候菲尔叹了一口气，他就说他们在探讨是否要将这些人的尸体运回母星，或者是留在这里。最后一致同意呢，就留在这里吧。至今所搜集到的矿石样本以及高塔的记录呢，只有重要的会一一被收集并带离这个星球，而其他的人呢就一致认为不该再派其他的人员来到离母星这么遥远的殖民地了，不能再让这种惨剧呢再次发生。有趣的是，虽然菲尔描述这些外星生物的外貌和人类相较之下显得相当怪异，然而他们却拥有很人性化的情感和令人赞赏的特性，那是一种我们很快就能够认同的特质。虽然不知道外星生物应该是怎样的，但由于我们向来被灌输的观念都是外星人似乎没有任何情感，那这样的描述呢，会使这个外星人显得和我们更为不同。而朵洛丽丝原以为菲尔可能会排斥有一世是长相怪异的外星人，但令他意外的是，他一点也不觉得困扰。他说这个是非常奥妙的经验，因为感觉真实无比。他觉得这些宇宙飞船上的外星人都很亲近，他知道他们在一起工作以及相处是很愉快的。因此呢，菲尔原先不想探索这个景象的原因不是和这些外星人的外貌有关，而是因为这个科学家死亡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为了了解更多关于外层空间生命体的消息呢，同时为了将这个菲尔带离痛苦的回忆呢，在下一次催眠中呢，朵洛丽丝就询问他关于宇宙飞船的事情，而菲尔就称呢自己看到的宇宙飞船呢是银色的圆形状的，在最上方的中间呢有个圆顶，圆顶呢不是用来导航的，而是用来观看四周的。左边有个窗户和控制盘，在船舱的口的前方有一些管状物。这个宇宙飞船呢其实一共有2层，上层是全开放式的空间，导航设备就在这层，下层呢有4间睡房和1间科学实验室。太空船呢主要的区域就是一个大约直径为30尺的圆形房间，楼层之间是使用楼梯上下的。制造太空船所用的材料呢十分的坚硬且是有弹性的，地球和他们的母星上都没有，而是从其他的星球进口而来。菲尔的描述呢不禁让人想起了著名的罗斯威尔事件。那是在1947年初在罗斯威尔的一个牧场上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金属碎片和其他不知名的物体残骸。当时的报道就称呢，这些残骸有很强的弹性和耐久性，但是与普通的飞行器不同，所以这2者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呢？而催眠之中呢，这一发现就引起了朵洛丽丝的好奇心他迫不及待的就想知道更多菲尔和这艘飞船的关系。菲尔称呢，他们在那艘飞船上的职务是协助处理日常事务的组员，负责确定宇宙飞船里的各个系统都运行正常。飞船上有许多的机械设备足以执行飞船的运行任务，但不会多到拥挤。这艘飞船的目的呢是来回运输物品这算是一条太空商业的交易路线。他说这个宇宙存在的著名呢是超过一般人想象的，宇宙有极多的生命体，彼此之间呢都是有密切往来的，但地球距离这些繁忙路径是十分遥远的，再加上呢科技尚未进展到可以看到或是侦测到其他星球活动的能力，所以讲到这里呢，这扇来自于外层空间的记忆之门就已经被打开了。菲尔呢带着地球人类就来到了一座奇怪的城市。当菲尔能够在催眠的状态下重新经历宇宙飞船组员的那一世，并探访殖民星球时呢，事情呢就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他终于让埋藏已久的记忆呢全部浮现了出来。菲尔的潜意识知道这么做并不会对本体造成任何伤害，于是这些数据快速猛烈的就浮现出来，不再像之前那么迟钝了。因此呢，当下一回催眠的疗程开始的时候呢，电梯门一打开那个有着高塔的城市呢就再度出现在了菲尔的眼前。他毫不犹豫地想去探索，急切地走出电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就描述这个星球很像地球，但没有那么多的山丘，这里有很多的平原，大部分都是平坦的平原。而更离奇的是，这个星球有2个月亮，天空是淡绿色调，就像是地球的天空是蓝色调一样。这里呢与地球人相同，
居民们也有社会组织，他们是物质界的，而不是精神界或者是能量界的生命体，所以他们也是直立行走有着和地球人类相似的循环系统以及呼吸系统。所以朵洛丽丝马上就抓住了这个了解外星生命体的机会他就很好奇外星人的身体构造和生存的方式和科幻电影中我们看到的相似吗？菲尔转动头部似乎在仔细观察，他就告诉这个朵洛丽丝这些外星人类和地球人的形态类似，脑容量比人类大许多，沟通方式和地球人不同主要是以心智沟通，就好像是彼此之间设定了一种震动。不过现在许多的地球人也开始具有这种心灵相通的震动的能力，他们的精神感应力很强而且各种感官都很敏锐，尤其是触觉。菲尔就说他们的皮肤的整体都比地球人敏感很多，其中最敏感的就是手部了，在一定的距离里他们都能够透过手来感应，在某个距离内他们也可以透过手来传导能量，使物体移动或者是悬浮。而这个星球的生命体有着很高的心智状态，他们的种族意识已经演化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他们没有任何防卫机制的行为和姿态，而地球人已经很习惯用肢体语言作为防卫本能，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彼此之间是非常坦诚的，不像地球人之间是有着距离感和保护意识的，这是很难理解的观念。但很显然他们的心灵察觉能力能够让他们感知到事情的真相，所以他们不虚伪做作，也不讲表面功夫。如果地球人想和他们相处必须要保持完全诚实，因为在他们的面前人类无法隐藏任何的心思。那这样的能力会使地球的人类倍感威胁，因为我们并不习惯有人知道我们内心的每一个想法。早在原始人时代地球人的防卫态度就已经深深地植入在了基因里了。要去除这种防卫的特性是相当困难的。不过同样的，这个星球上也有生老病死存在，但不像地球那么普遍。选择性生育的程序确保了这个族类健康和演化上达到最佳的状态。他们的平均寿命是120年，有些人长一些有些人短一些。他们的尸体会被埋葬在土里，回归尘土，因为他们觉得身体是这个星球元素暂借的一个住所和工具，所以死后要将这些化学矿物质归还于自然，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所以死亡只是将这些能量和物质归还于星球让它再度被使用。菲尔的这些描述确切又详细，他确信自己在过去的某段时间里就居住在这个星球，这里没有任何的宗教政治。由于注重种族的质量所以犯罪率很低，几乎是接近完美的人种。他们也发展商业活动因心灵感应的赤诚在交易的过程中不再有作弊、掩饰和欺瞒的行为，或任何黑暗或者是劣质的本性，例如自私自利等等。那么这个星球的邻近地带都拥有一致性的进化水平。不过也有些星球进行交易的对象并没有进化到这么高的层次。然而他们的优势就是能够看穿一切欺骗。显然这个星球已经发展成了人类所想不到的一种高级文明。那么这个星球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在银河系中的哪个位置呢？遗憾的是关于这个星球的名字菲尔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由于这个星球的人的沟通是透过心灵感应要把它转译成一个同样的声音能量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是很难以理解的一个奇怪的概念。在地球上我们非常习惯给所有的东西取上名字和称号，很难想象会有一个不需要名字的地方。不过它位于天狼星座，它是地球已经观察到的区域了，但人类尚未观测到这个星系的边界，因为宇宙存在着人类尚不知道的很多的维度。最后菲尔说他就是因为在外星人的上一世执行任务的时候路过太阳系，飞船出现了事故最后就坠毁到了地球，而导致了他的死亡，就是最著名的罗斯威尔事件。不过与那12个科学家不同的是菲尔与地球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而使得他这一世就成为了地球人。在探寻外星文明的过程中有一种非常著名的假说那就是费米悖论。那费米悖论就认为尽管银河系中有可能存在很多外星文明，但从未接收到过他们的信号，这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解释就是高级外星文明已经通过类似于矩阵的技术模拟了他们的宇宙，从而使你无法以任何形态接近他们，也无法获得任何证明他们存在的证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外星文明就可以保护他们的生命环境以及社会和其他外部保持平衡稳定，同时又可以避免与可能存在的其他文明发生冲突。不过菲尔提到随着地球科技的提升地球也有可能探测到一些较为不先进或者是比天狼星更为遥远的星球。目前的地球并没有能够察觉到这类沟通的设备，
这之中呢，其实是有一个闭环的。他说，地球在科学上呢，最常见的毛病就是对于已知现象呢不一样的想法，都采取一个封闭的态度。换句话说呢，就是只有现今的仪器可以探测到的事物呢，才算是存在的。当接收到这种信号而无法用地球的语言破译的时候呢，科学家们就假设外星生命是不存在的。这无疑是发展之路上的一块绊脚石。那按照地球目前的情况呢，人类最好还是先学习地球上彼此如何沟通好了。这让朵洛丽丝就突然笑了起来。看来地球文明的发展之路还是任重道远。而朵洛丽丝呢，就把这些内容全部都记录了下来。对于已经习惯被科幻小说和精彩情节轰炸的世代来说呢，菲尔所描述的外星生活呢，显然有些平淡乏味，但这听起来确实要真实了很多。除了高度发展的科技、道德和心理能力之外呢，他在那个星球过的是类似于一般地球人的正常世俗生活。对朵洛丽丝而言呢，这意味着他所描述的事情的真实性是比较高的。听了菲尔对另一个星球的描述之后呢，朵洛丽丝就更急切地想要探索他可能有其他的外星的前世了。由于三度空间是我们意识唯一熟悉的实相呢，所以大多数人呢不曾思考过生命在其他的空间或者是次元生活的可能性。我们被教导呢，这个物质世界只有3个次元、3个维度，也就是长度、宽度和深度，而探索外层空间呢，远要复杂得多。那么在接下来的催眠中朵洛丽丝吃惊的就发现，菲尔将他带到了一个4次元的城市，那超乎了他心智所能理解的一个范围。菲尔呢，也万万没有想到会脱离熟悉的世界，环绕在这么奇怪的一个概念之中。但至少呢，这些呈现的新的观念呢，是很具挑战性的。催眠菲尔的过程呢，满是惊奇，就像是一场梦一样，大家呢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在下一次的催眠当中呢，当电梯门一打开菲尔就看见眼前出现了高大的锯齿状的尖塔，而朵洛丽丝立刻就以为他又回到了那个因科学家死亡而令他伤感的星球。但菲尔说这是另一个城市了。那么接下来他还会为我们展示什么样的外星世界呢？让我们下期再见喽。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看过的朋友给个鼓励，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